直到几百年前，人类所需的动力还来自于风、水流、人力。随着煤炭和天然气的发现，我们学会了自己制造动力，让蒸汽机运转，让汽车飞驰，进而推动了现代工业文明。然而，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约束，让人类意识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拥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一场凝聚全球共识的行动已经开启，我们重新审视自然，找寻自然的馈赠，采集绿色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程师不断创造新的技术，发明新的装备，他们正在用智慧和努力，帮助我们看见一个绿色发展的未来。从500米的高空俯瞰，这是又一座建在高山峡谷间的工程奇观。它是全球在建第1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山体两岸7台3升级缆机，超过1000米的钢制缆索，连接了这里最为重要的空中运输通道。每天开工前，工程师们都会对索道进行检修。这些惊险而复杂的高空作业，对于工程师们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白鹤滩31个坝段需要的8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缆机是运送它们的唯一通道。如此细致的检修，能够保障在运输的过程中没有安全隐患。3坝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白鹤滩大坝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只有这样，大坝才能如期完工。马上浇筑的是第3坝段。现场侦查，可以调运。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经验丰富的中国工程师这次决定尝试一种新型混凝土，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这就要求工人们在混凝土铺设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埋设传感器和水管。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然而，这只是建设水电枢纽工程的第1步。当这座300米级双区特高型拱坝建成后，奔腾的江水被拦截，通过巨大的引水涵洞导向地下厂房。此时的江水已经积蓄了巨大的势能。然而，
要想将自然赠予我们的清洁能源转化成强大的电能，还必须制造出性能强悍的水力发电装备。今天，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中国制造，它运转1小时可以产生100万度的电能，可以满足一个现代家庭250年的用电需求，是当之无愧的水电巨无霸。它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其中决定功率和效率的关键部件是转轮。转轮的作用是将水能捕获转化为机械能，带动发电机高速旋转，产生电能。34年工作经验的秦大清马上要带领团队打造一台全新的转轮，他将挑战又一项世界纪录。区别于传统转轮，全部采用长短一致的叶片。这一次，秦大清他们要尝试将15个长叶片与15个短叶片组合。工程师们首先对叶片进行称重，重量多少？2960千克。秤上的读数让外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得以显现。工程师们必须根据称重的结果，精确计算出每一个叶片的位置，再依次安装叶片。他们要做的是，在15个长叶片的进口部分插入长度约为1半的15个短叶片。这样的搭配不增加出口水流拥挤程度的同时，把水轮机效率再提高0.5个百分点。装配了长短叶片的转轮是秦大清全新的设计。就像我们弹钢琴，如果说我们光是全音符的白键，那么音域是不够宽广的。但如果说我们在一些加上半音的黑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键盘呢，我弹出的音乐，它音域是非常宽广的，也是非常丰富的。前一个叶片是多少度？276度。这个位置啊非常重要，一旦错了，所有的平衡这后面都会受影响。安放好的叶片还必须调整角度，光比测量仪上的红宝石触头可精准采集叶片坐标，定位精度达到0.01毫米。9号叶片可以踩点。出水口叶片安放角则需采用激光跟踪仪，它发射出的激光光束被内置棱镜的钢制靶球捕捉，并同步跟踪，由此采集到的3维坐标可以帮助工程师实现高精度分析。数据传回电脑分析，工程师们按照结果调整进水口处的叶片角度。调整好的转轮还必须通过焊接固定，再送至加热炉经受炙烤，最后经过精加工机床切削打磨。秦大清的目标是实现自身机械平衡，制造一台零配重的转轮，这是全世界水电工程师一致追求的目标。零配重，它是一个机械上处于完全平衡的状态，不需要配重达到的平衡，用我们话叫天然平衡的，那就意味着前面的各这个经过的制造的工序啊，都非常好。加工完成的转轮被送至测试工位等待测试。只有转轮的残余不平衡力矩低于75千克米才满足要求。咱们看，哎，音配重量啊，7.694公斤。结果显示，这台转轮的残余不平衡力矩为34.123千克米，成功实现零配重。以前总觉得这种难度就是我们做不到的，破纪录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的事儿。现在没想到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做到了。三峡的单机容量的话是70万，我
们10年磨一剑，基本上是5年科研，5年制造。白鹤滩100万机组，我相信我们会再次领先世界。对于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机组，转轮实现零配重，这在全球尚属首次。出厂后，它将入驻白鹤滩地下厂房，用在白鹤滩15号机组。16台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100万千瓦水轮机组，都将被安装在这里。此时的地下厂房迎来一个重要的安装节点。今天是100万千瓦转子的吊装啊，任务非常的艰巨。胖胖、小孔上1号车，徐彦军跟我上2号车。田德梅拥有12年桥式起重机操作经验，他马上要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今天他要吊装的是白鹤滩1号机组发电机转子，这是转轮之外的另一个关键部件。机组运行时，转子在定子内高速旋转，就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眼前的问题是，这个庞然大物重量高达2100吨，现场没有装备能够独立将它吊起。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并机操作2台1300吨的桥式起重机完成吊装。这就要求田德梅必须和另外一位司机默契配合。对他而言，吊装巨型水轮机组这样的操作还是第一次。一切准备就绪。转子被平稳吊起，升至5.8米高。接下来335米的直线吊装距离，平稳匀速是关键。吊装过程既要操控单台吊机匀速前进，还要保持2台机器步调一致，角度、速度，任何细小差异都会给这个精密组装的发电机转子带来大幅摆动，后果不堪设想。2台桥机以7米每分钟的速度前进，2个操作手同时在场，互为监督，确保吊装万无一失。直径16.2米、高4米的庞然大物已经到达机坑正上方。田德梅开始调整转子下落中心位置，缓慢下降。此时，转子和定子的间隙只有5厘米，在这个时候，田德梅即使是出现1毫米的操作误差，都可能给转子带来晃动，甚至与定子发生碰撞。工人们根据单侧木板的松紧度，不断调整转子中心位置。用时1个半小时，转子精准落入。然而，中国人从自然中捕获力量的能力远不止此。中国东部福建沿海，
这是中国人正在开发的大型海上风电场之一。相比陆地，中国人早就意识到更好的风资源在海上。过去15年，中国工程师以上海为起点，沿海岸线向南北延伸，先后建成了多座大型海上风电场，总装机规模超过1000万千瓦。然而，海上风电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远高于陆上，因此，采用大容量的风电机组被认为是海上风电的发展方向。今天，中国首台亚太地区单机容量最大的10兆瓦海上风机即将在这里安装。海上风机安装最大的风险来自不受控制的天气。第3支叶片安装时，雨越下越大，能见度降低，地面湿滑，这大大增加了作业的难度。在空间十分有限的安装船上，把90米长的叶片法兰上的184颗螺栓安插在与之对应的变桨轴承圆孔内，对工人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组装好的叶轮重量高达226.6吨，需要将它们一次性吊装至距离海平面115米高的风机塔筒上方。安装必须依靠风和号。这是一艘1200吨自升式风电安装船，吊高130米，亚洲第一。考虑到发电效率，单支叶片的设计长度达90米，叶轮组装完成后，叶轮直径185米，相当于3台波音747并排的宽度。庞大的叶轮和吊具之间很容易发生碰撞，在吊装过程要尤为小心。叶轮组顺利完成了90度的翻转，被吊至115米的高空。垂直吊起的叶轮还需要超过270度的高空翻转，才能和发电机对接。此时的风速已经达到8米每秒，高空旋转作业不能停止。历时3个半小时，叶轮与发电机完美对准。等待在塔筒上方的安装工人把156个螺栓逐一拧紧。今天，中国首台10兆瓦海上风机成功安装。当它借助海风顺势旋转，在年平均10米每秒风速条件下，单台机组每年发电4000万千瓦时，可满足2万个3口之家1年的用电需求，减少排放二氧化碳35000吨。然而，海上风电最大的考验是台风频发，含盐量极高的空气还会对巨型风机造成极大的威胁。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对风机的升级。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风电叶片制造基地，全球许多顶级风场的叶片都出自这里，订单早已排到2年以后。脱模布绷直，脱模就贴实了，完全贴实，擀平了，把褶都擀平。这个车间里，工人们正在铺设叶片主梁。主梁在叶片中成立超过80%，重要性相当于人体的脊梁骨。为了得到更高的发电效率和更强的机组稳定性，叶片主梁必须被制作得更轻、更坚固。什么样的材料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呢？
碳纤维预进料被认为是满足条件的理想材料。这种材料对温度非常敏感，使用它最关键的是控制温度。工人们先将它们从冷库中取出，送至恒温室，从零下5度解冻至30度，碳纤维的粘性被充分激活。24小时后，将解冻完成的碳纤维材料小心翼翼地安装。这两个地方没贴纸，把这边处理一下。今天，90后高级技术员罗宽要尝试用这种新的材料替代传统的玻璃纤维，制作一个新型叶片主梁。可以去一点啊，有点修少了，也切片了。好，再往下一点。碳纤维材料重量轻，其强度比钢材高5倍，比铝合金高4倍。铺设要连续进行，83层的碳纤维，每一层都必须保持平整，不允许有一丝褶皱。温度对它的这个褶皱产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们的温度控制就是褶皱的控制。铺设过程中，罗宽必须仔细检查，环境模具的温度必须控制在28度到32度之间，与碳纤维材料的温度保持一致。20个小时过后，83层碳纤维主梁铺设完成，相比于玻璃纤维更加坚固，重量却轻了3.6吨。成型的主梁吊装至风机叶片的模具中，灌注、加热固化，一只碳纤维主梁叶片在这个年轻的团队手中诞生。然而，它能否成为未来几年海上风机的主力叶片，还必须经历一次最为严苛的检验。37记一下，这个位置36度记一下。高级工程师王徐丽要测试这只叶片的最大抗台风性能。好，开始射程。开始加40%，所有人清场，开始加载。5台自动化静力加载设备通过钢丝绳与叶片上的夹具相连，它们将模拟自然界的台风，考验叶片。钢丝绳开始收紧，叶片受到拉力，慢慢弯曲。到50%了，到50%了，注意啊，注意吊饰位置。再摆一点大力，往松摆。好。从60%往80%加载，从60%往80%。此时的叶片从空中俯瞰，像一只巨大的弹弓。好，现在从80%往100%加载，从80%往100%加载，开始加载。随着自动化静力加载设备施加的拉力不断增加，叶片受损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尽管对叶片充满信心，王徐丽还是担心他无法承受100%的极限载荷。到90%，注意观察现场情况，注意正位，抬大臂的时候注意正位，注意安全，马上到100%，注意安全啊！满负荷，这已经是自动化静力加载设备所能释放的极限载荷。可以了，到100%，到100%。叶片完美通过测试。全新的碳纤维叶片将用来打造新型海上风机，这会给能源工程师注入更多的信心，迎接可再生能源利用道路上的更多挑战。过去10年，从轴承、塔筒到发电机、叶片，中国的风机制造产业链经历了一次全面升级。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风能生产国，但是开发风电的脚步还在继续加速。从海洋到陆地，从草原到山地，一座座风场陆续建成。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向全世界做出重大承诺，
2030年实现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意味着，风电加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太阳能发电也将跑出加速度。所以，今天的中国，这种装置也随处可见。它既能融入自然，也能成为现代城市的标配。它能像植物一样获取光照，产生的电能可供人类使用。从它出现开始，人类对效率的追求就从未停止。一片太阳能电池的制造，要追溯到这里。工人们正在检修的管道，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内部却在发生剧烈的反应。从矿石中提炼的硅粉，经过化学处理，获取3氯氢硅。工人们正在对它进行提纯。晶流是通过加热，根据沸点不同，把3氯氢硅中的杂质分离。一切都是为了制取更高纯度的硅，因为硅是太阳能电池板最为重要的材料。高级技术员罗周要利用提纯后的3氯氢硅制取硅。硅的纯度直接影响着电池板的发电效率。硅的纯度越高，对空气的洁净度要求就越高。因此，进入车间之前，工人们必须通过风淋系统去除附着在衣服上的灰尘。在2500平方米的还原车间里，27个还原炉，每过4个小时就会打开一个。开炉意味着价值100万的高纯度硅制造完成。直径10毫米的硅芯被依次安装在还原炉底部的电极上，反应后的高纯度硅会长在它的外表面。风炉、通电、加热。炉内的温度稳定在1000到1080摄氏度之间。气态的3氯氢硅和高纯的氢气注入还原炉。每过1小时，硅棒的直径就会增加1.7毫米。整个反应过程需要持续100多个小时。此时，另一炉的硅芯已经完成蜕变。空气质量怎么样？没问题。啊，好，开炉。炉筒提升，此时的硅棒直径增加16厘米，重量增加125公斤，价值翻100倍。为了防止污染，技术人员首先要用真空设备将还原炉底盘上的杂质吸净。接下来，工人们要配合机械手，在30分钟之内，尽快将硅棒拆下。每一炉的硅棒都必须经过纯度检测。检测中心每立方米的空间中，粒径极小的粉尘数被控制在1000以内。更高的洁净度确保了检测结果准确。很好，这批产品质量不错。这一批次的纯度高达11个9。精度越高的硅料产品，对于我们下游电池片的制作来说，光电转换效率进一步的提升。哪怕是提升0.1个百分点，它可以让我们发更多电，在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这条道路上呢走得越快。然而，从硅料到一片可真正用来发电的光伏电池，还需要历经很多个环节。单晶硅拉棒、硅片切割，这些过程往往在不同工厂进行。
这个工厂要做的是更重要的一步，把硅片变成电池片。再开始啊！来，近一点，再来一点，马上就好。后面用力，后面用力。今天，工程师王秀鹏要对这条仅连续运转了130天的生产线再升级。只需要在原有产线上再添加3个工序，就可以让电池片的光电转化效率再提高1.5%。对光伏行业而言，慢跑等于退步。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让产品和技术的迭代变得非常迅速。晚上8点，接班的60个技术人员要配合他完成最后的设备调试。调试全线贯通，准备投产。新的生产线启动运行，王秀鹏和同事们焦急地等待。好了，我们片子下来了啊！他们期待的第一批全新的电池片出来了。新的技术升级了电池片反面的镀膜材料，将电池的银电极与硅片隔离开，从而进一步提高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升闹毛湖，中国西部的一个边陲小镇。这里最大的特点是一年四季阳光充足。我马上到车间了，生产情况怎么样？生产一切正常。工程师赵小辉正驾驶着汽车赶往由他设计的光热电站。数万面的镜子可以把阳光反射到181米高的塔顶。集热器充分吸收热量后，温度超过560度。塔的底部，冷罐中存储的低温熔岩被高压泵送至塔顶，吸收热量后流回塔底，将水加热，产生的水蒸气驱动蒸汽机旋转，产生电能。这座电站呢是不消耗任何化石燃料，作为一种新技术呢，它是一个高度清洁的发电形式。今天，这个电站已初具规模，然而，目光所到之处还有很多空位。赵小辉这一次过来，是为这个电站新增200面定日镜，用来填充空位的定日镜，此时正在2公里外的工厂里制造。这里每20分钟就可以生产出1面定日镜，日常穿衣镜的反射率只有70%，而这个工厂里用到的每一个镜片，都经过了抛光、镀银的处理，反射率高达93.5%。10个三角形拼接形成5边形，增加采光面积。不仅如此，这种形状的定日镜还可以减少镜子间的相互遮挡，让镜场布置更加紧凑。定日镜出厂后被运送到光热电厂，
他们将在戈壁滩上不间断地接受风沙的洗礼。这一批的200面镜子已经全部安装完成。电厂里的每一面镜子都必须拥有向日葵的本领，才能追随太阳的位置调整方向。上下温度100度，有点危险，看着3秒钟都没有把它调整。要想拥有这个技能，他们还必须经历一次测试。测试需要控制室配合赵晓辉来完成。赵博，我们现在看到吸热器的温度分布不均匀，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收到。让每一个镜片都能稳定追随太阳，只是系统的一个功能。系统的另一个功能是，如果某一面定日镜无法把光斑对准吸热器，系统就会收到红外监测仪发出的信号，快速调整原本瞄准另一位置的定日镜补位。单个镜子，一组，全场，用时10个小时，调试顺利完成。正式发电之前，工程师们还必须对每一面镜子进行清洗。这里6级以上大风的天气，每年近95天。扬起的风沙会给镜子戴上一层面具，附着的灰尘会严重影响发电效率，因此像这样的清洗工作每隔5天就要进行一次。清洗完成的200面定日镜正式列入发电的编队。4年前我们接到这个项目设计的时候，全国也没有一个这样的电站。看到这个项目从它的设计建设逐渐成型、逐渐落地，心里还是有一定的成就感的。2021年，这里的定日镜数目将达到14500面，它们追随着太阳一起转动，每年可以贡献2亿多度的电能。今天，人类对于太阳光和热的追求已经走向极致。科学家设想，我们能否制造一个太阳？作为一切能量之源，太阳的内部每秒钟会有6亿吨氢聚合，产生5.95亿吨氦。在这个过程中，缺失的500万吨质量转化为能量，等同于10亿个万吨级的氢弹。如果可以在地球上制造一个太阳，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类所需的能量。为了这个计划，杨清威努力了37年。上面绞的、上面修饰的，一定要拿下来。是不是都是标签？这个绞的掉下来。2020年9月，中国人研制的最新一代人造太阳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事实上，人造太阳指的就是面前这个被称为托卡马克的科学装置。利用它，人们就可以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制造能量。托克马克装置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用磁的方法来约束等离子体这么一个装置，是个磁约束装置。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高温状态下呈现等离子体，真空的环形容器内，密度足够大的等离子体在高温中激烈碰撞，产生新的原子核，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中的温度超过1亿度，地球上没有材料能够经受得住这么高的温度。而托卡马克装置把线圈像鸟笼一样排布，由此形成的环形均匀磁场，可以将等离子体约束并悬浮在环形空间内，从而实现可控核聚变。
工人们正在给外围线圈缠绕绝缘材料。装置运行时，这些线圈会被通以超过10万安培的电流。为了确保在大电流通过时装置的运行安全，这项工作必须尤为仔细。事实上，能够制造出这个规模装置的国家并不多，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等少数国家。我经历这4个托克马克，我们自己研制，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国内加工，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装置。科学家们描述，可控核聚变比人类登上火星还难，它涉及众多工程学、物理学、材料学等难题，这需要很多像杨清威一样的科学家共同努力。几公里外的陈继明正在解决另一个难题。他花了8年的时间，做了上千次的实验，就是为了找到适合做第1臂的材料。第1臂指的是反应进行的环形空间内壁。第1臂这个部件呢，它直接面对这个上1度的燃烧的聚变等离子体，所以叫做第1臂。我们把它称作防火墙，把火防住，让后边的部件不要受到烧损。陈继明选用了一种罕见的材料铍。铍有几个非常优良的特性，它跟等离子接触后不会对等离子造成严重的污染而造成等离子的熄灭，它也有比较优良的热传导性能，热量可以及时被传走。事实上，铍虽然稳定，但熔点也只有1284摄氏度。同时，它又是一种极高战略价值的材料，每年全世界的产量仅有几百吨。为了兼顾导热性能和性价比，陈继明最终的方案是采用铍、铜和不锈钢组合的方式。铍的下面采用传热性能最好的金属铜，铜的外层则使用价格优势明显的不锈钢做支撑材料。首先，将铜和不锈钢焊接制成底座，铍块整齐地摆在底座上。接下来，再利用热等静压焊接这种特殊的工艺，将铍和铜融合在一起。制造后的第1臂实验件，需要对其进行高热负荷疲劳试验，以确保第1臂核心部件的性能满足设计要求。400千瓦电子束产生的4.7兆瓦每平方米的热量，对第1臂进行炙烤。这边往下掉，检查第1臂皮表面温度，最高温度是多少度？检查参数哦。水系统正常，电子差参数正常。第1臂的参数良好，这个面很平直。陈继明团队的研发和制造实力，同样吸引了世界的关注。2025年，由陈继明团队开发的第1臂将正式用于ITER项目，那是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7方共同建造的一个核聚变实验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托卡马克装置，被称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此时，杨清威新的托卡马克装置的首次试验进入倒计时。检查这东西是否有漏气。现在开始检查。好的，收到。这是新一代托卡马克装置的第1次测试。放电序号3932启动。
在它的寿命周期内，至少要完成数万次实验。每一次的实验数据都会让人类距离可控核聚变发电更进一步。这次效果还不错，下次可以提高点电压，再准备下一次放电。受控核聚变能的开发是一个世纪难题，我们一步步走来，滴的每一滴汗水，我相信都会被无限压缩，最后变成金子。人家造一个汽车半年能造出来，我这是造50年嘛，甚至更长的。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解决未来能源的重要选择。氢的同位素氘在地球上的含量极为丰富，1公升海水里提取出的氘，在完全聚变反应后，没有任何排放的同时，可以释放相当于燃烧300公升汽油的能量。中国人的计划是建造一座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 CFETR， 真正将可控核聚变产生的热量利用起来发电。到那时，人造太阳产生的近乎无限的清洁能量，将会最终解决能源与环境的平衡，带我们进入一个绿色发展的未来。今天，我们正在重塑风、水、光的价值。作为新能源利用的第一大国，中国正在加速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为14亿人提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动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正在用坚实的行动去兑现绿色发展的承诺。